我一直将家庭视为我的全部，倾注了所有的青春和满腔的爱，却换来了老公的背叛。宝贝，快叫妈妈，乖一点哦。以后只有咱们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宝宝就喊他妈妈，好不好呀？这是咱们的小秘密，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哦。我听着监控里传来的对话，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。我的老公竟然在叫我历经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，称呼保姆为妈妈，而他们2人之间的举止异常亲密无间。这个监控是我在老公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安装的，因为他以为既然我选择了这位保姆，就会对他全然信任。然而，自从保姆来到我们家后，孩子的身上总会莫名出现一些红印。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查看了监控，却看到了让我心如刀绞的一幕。我的脑袋仿佛瞬间炸开，思绪一片混乱。我和他是大学时的同窗好友，考虑到他家庭条件不好，结婚时我毅然放弃了彩礼，房车也都是我家全款购置。婚后1年，我怀孕了，由于孩子胎位不正，最终选择了剖腹产。醒来后，他一遍遍地向我发誓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待我。最近，我们的工作都异常繁忙，于是他提议请一位保姆来帮忙照顾孩子。结婚3年来，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融洽，我从未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颤抖着手把录像往回拉，看着监控里的一幕幕，心如刀绞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和保姆的每一个亲密举动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刀，刺痛着我的心。那个狗女人终于走了，明哥，你什么时候才娶我啊？保姆的声音在监控中响起。明哥，不知道那个贱女人知道他儿子喊我妈妈会是什么感觉？哈哈哈哈哈，想想都要笑死我了。保姆的笑声刺耳至极，我忍住泪水，把监控日期调到2天前。画面中，保姆竟然在虐待我的孩子。她和我老公单独在客厅，孩子稍微有些吵闹，保姆就拎起我年幼的儿子，狠狠地关到了卧室，而我老公就在旁边冷眼旁观，无动于衷。我的泪水如泉涌般流出，心痛得几乎无法呼吸。我平时视若珍宝、乖巧懂事的孩子，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对待？我不在的时候，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。难怪孩子总是磕磕绊绊的，却从不说哪里不舒服。原来不是他不愿意说，而是他不敢说。我立刻带着孩子去了医院，做了全身检查。幸好医生说孩子身体无大碍，我这才稍稍安心。我把孩子哄睡着后，一个人在外面吹了几个小时的冷风，终于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：我最爱的人背叛了我。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离婚，但很快我就冷静了下来。就这样离婚，太便宜他了，我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深夜。周宇明躺在沙发上，头也不抬地问我，怎么没接电话？我加完班回来，发现家里没人。我假装镇定自若地回答，小豪有点咳嗽，我带他去医院看看。周宇明微微皱起眉头，感冒了，还好，医生说打1针就好了。我回答道，那就好。他点了点头。我继续说道，我妈说她想小豪了，让我明天把小豪送她那里住2个星期。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静，但内心的波涛却早已汹涌澎湃。周宇明有些疑惑，这么突然？他跟我叨几回了，是我最近忙一直忘了跟你说。我明天送小豪过去，我送就行，我明天休息，顺便回去跟妈聊聊天。我直接拒绝，不想他再跟小豪有任何接触。我洗漱完出来，周宇明已经睡着了，手机放在床头。
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，一向睡得很沉。我拿他手机翻了翻，过去的1年里，他和保姆每天都在聊天，而且是以夫妻相称。我颤抖着手刷着他们的聊天记录，久久不得静心。看着旁边那张熟睡的脸，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的陌生和恐惧。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周宇明吗？一夜无眠。第二天起来，保姆陈芳芳对着我笑笑：“梁姐，你醒了。”陈芳芳看我身后：“明哥，早上好。”我假装不知道他们2个人事情，点点头准备吃早餐。见状，陈芳芳说：“我去喊小豪起床。”“不用。”我叫住他，不想让他接近小豪，一会我带小豪去我妈那里吃。陈芳芳停下脚步，脸上笑开花：“梁姐，你今天不上班呀？”我不在，他又可以跟周宇明在家里鬼混了。果然，听到我这么说，他笑意更深了。我把小豪喊醒，陈芳芳主动过来想带他去刷牙。小豪下意识往我怀里钻，低着头不敢看他。我心疼的要命，如果放在平时，我大概会以为是小豪这举动是想赖床。我来吧。接下来我寸步不离的带着小豪刷牙洗脸换衣服，所有事情亲力亲为。周宇明问我：“老婆，这些事让芳芳去做就行了，何必累着你呢？”我自己想要吵架的冲动，我忙前忙后把小豪收拾妥当了，他才虚情假意的来说这些话。不累。我看了看芳芳，平时芳芳都是你带小豪，真辛苦你了。闻言，陈芳芳没有一点羞愧，反而笑眯眯的对我说：“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梁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才应该好好谢谢你。”“是啊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”当初招他来家里的时候，他告知我他的父母病逝，家里有年迈的奶奶需要照顾，所以一个人孤身来到大城市闯荡。我听着觉得他孝顺又可怜，还主动给他多加了工资，节假日送他礼品，让他带回家，希望他可以好好养家。却不曾想，这个贱人早就跟我的人渣老公勾搭上了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我对他的好，现在全都变成了笑话。我心里一片凉，脸上没有丝毫展示。谢什么呀？你帮我把家打理得这么好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陈芳芳眼里闪过一丝戏谑，很快被他隐去，估计是心里在笑我蠢。我漫不经心说道：“有时候我都觉得，我现在工作这么忙，你比我还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”听到我的话，陈芳芳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她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，把求助的目光投放在周宇明身上。梁姐我。周宇明赶紧走过来，一边打量着我问：“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吓到芳芳了？”“老公，我就是今天心情好，随便开个玩笑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”“呵呵，现在就知道心虚了，好戏才开始上演呢。”见我不走心的样子，周宇明舒了一口气，相信我只是开玩笑。我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对了，这2周芳芳你放假吧？”“啊，这在陈芳芳意料之外，愣住了。”“不用休息的，我还是留下来给你和明哥做饭做宵夜什么的，你们也方便点。”我没错过他眼里的那抹犹豫，对他来说，碍手碍脚的小豪被送走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了，却没想到我要他也走。但他解释的很快，快到让人不会察觉有什么问题。如果不是我已经知道了他和我老公的事，估计我还会觉得他很勤奋又贴心，为自己找到一个好保姆而庆幸不已。饭我们会做。我笑道：“你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小豪，现在小豪在我妈那，家里我和老公2人世界就好。你赶紧滚吧，还以为自己是女主人吗？”
话已至此，周宇明也没有挽留的余地，陈芳芳只好跟我道谢了。我看他这不情不愿的样子，心里有点爽，忍不住多说几句。对了，我记得芳芳你是比我大几岁吧？陈芳芳点头，3岁。我细细的看着她的脸，你看你这皮肤保养的多好，还有你这身材，没有女人不喜欢别人赞美她。听见我的话，陈芳芳刚才的悲伤立刻消失，嘴角忍不住弯起来。梁姐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你是单身吗？我单位有几个不错的领导，就是年纪大一些，家庭条件很好的，介绍给你认识好吗？陈芳芳没想到我说的是这个，笑容僵在脸上。不用了。周宇明也有些急眼了，忍不住插嘴，怎么又开玩笑呢？你单位的领导年纪太大了，不合适芳芳。没有开玩笑啊，那芳芳总不能一直单着吧？人家天天在我们这工作，你怎么好意思过意的去？我反问他，难不成你负责啊？看他们吃瘪的样子，我心里很是畅快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周宇明轻咳2声，掩去他的尴尬，神色快绷不住了。他小心翼翼的盯着我看，估计是觉得我很奇怪，今天怎么老说些不好听的话。陈芳芳整理好情绪跟我说，谢谢梁姐你的好意，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。你这哪是没想法啊，你的算盘都打到我家来了。多说容易引起怀疑，这个话题我顺势接过去，只好说会帮他留意一下。叮嘱了几句话后，周宇明假装依依不舍地送我和小豪下楼，走之前还不忘拐弯抹角地试探我，老婆，怎么觉得你今天对芳芳有意见？我装作大大咧咧的模样，没有啊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是吗？我又笑，老公，我要是对他有意见的话，我可以直接辞退他呀，还会用他那么久吗？些许是觉得我说的对，周宇明没再追问下去。我把小豪送回娘家，然后立刻约私人侦探替我去彻查周宇明，得先把事情都了解清楚，我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很快，私人侦探就把资料发给了我。原来2个人早已经认识了，而且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很长时间。他们2个人是在酒楼认识的，陈芳芳之前在酒楼做服务员，长相身材都不错，渣男老公喝多后就把人带酒店去睡了，一次后便有无数次，因为离得近，他们每个月都会约好几次。再到后来，陈芳芳就来我家面试保姆，当初是她建议请保姆的，是她这个人渣把自己的情人弄到家里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资料上显示，他不仅只有陈芳芳一个小三，还有几个，只是那几个女的之间互相都不知道。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胃里翻江倒海的快要吐出来，又因为生气身体直发抖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他不定时会去别的城市出差，每次都会有艳遇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情人相伴。而陈芳芳也不过是他众多情人里面见面次数最多、最熟络的一个罢了。我把全部资料看完，脸上早已两泪纵横，花了整整1个小时才平复好这糟糕的心情。私人侦探见惯了这种场面，淡淡道：“姐，尾款现在可以支付了吗？”按理来说，这些资料足够用来作为离婚分割财产的依据了。我握紧拳头，摇头：“我加钱，你继续帮我盯着他，还不够。我绝对不能这么简单的跟他离婚。”在咖啡店待了好一会，我刷到周宇明刚发的朋友圈，他今天升职了，晋升为公司副总经理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。这几年他那么拼，全年无休，1年多的时间都在各地出差，就是为了要副总这个位置。
有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，我拿出手机给他发微信：恭喜老公升职，老公你真棒，今晚需要加班吗？周宇明回复要跟同事聚餐，我叮嘱几句，让他今晚早点回家，我有事要跟他商量。深夜，周宇明回来后，他上床送背后环住我，我翻身将他推开，因为我的拒绝，他愣了一下，还以为我是在闹小脾气，是在等我吗？抱歉，我最近太忙了。他今天心情好，用着最温柔的口气说话哄我，可眼底却没半点歉意和柔情。我的心凉了凉，轻声道：你工作忙也是为了我们家，我肯定理解。听到我的话，渣男眼里终于涌现出一丝愧疚。老婆，谢谢你。对了，你今天说让我早点回来是什么事？老公，我想给你办一个庆生宴，你好不容易升职，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啊。周宇明听见我这么说，自然是求之不得，兴奋道：好啊，那太好了。我点头，就周末吧，你看怎么样？这2天我们安排好就行。他笑眯了眼，没问题，老婆，你真好。周宇明很兴奋，做事又想凑上前来跟我亲热。我疲倦地缩到被窝里，闭上眼，直犯恶心，躲开他的脏手。我想睡觉了，好困，今天一直在想给你准备庆生宴的事呢。听到庆生宴，周宇明立刻把手收回去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倒杯水隔。周宇明贴心的给我掖好被角，又跑出去倒了温水。我看着他跑来跑去，内心却没有半点波澜。夜深，他背对着我躺着，黑暗中透出一丝光亮，一直拿着手机发信息，不知道大半夜的是在找哪位情人聊天。见状，我笑了。啊，虚荣的贱男人，明明不爱，却装深爱。我佯装在睡梦中翻过身，心里盘算着如何为我的渣男老公好好筹备庆生宴，给他送一份大礼。第2天，我预定了全市最好的酒店，开始准备发请帖，布置现场，预定菜式，约媒体朋友。周宇明主动要求列宾客名单，他把自己全市的亲戚朋友都列上了。我看着他这副虚荣的样子，越发恶心。再忍忍，到时候他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表面依旧很开心，老公，要不我们把芳芳也叫上吧？叫她？周宇明愣了愣，没想到我会请她。我笑嘻嘻地说：他照顾我们家这么久，让他来吃个饭呗，以后小豪也要他好好照顾着。周宇明别过头，嘴角抽了抽，可以啊。他内心肯定在笑我傻，居然傻到主动邀请他的情人吃席。我当着他的面给陈芳芳打电话，跟他说这个事情。陈芳芳说是不好意思，假意托辞我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们也算是半个朋友。我用着天真无邪的语气说话，你才是女主角，我这场戏你可不能缺席啊。我听见那边的陈芳芳像是忍不住笑了。好，我一定提前到。名单列完，周宇明就做甩手掌柜了。我想让他帮忙订当天的菜式，他看都不看，随便指一个价格最高的就敲定了，只顾着玩手机。美曰其名，我是妻子，决定余下的事情我决定就好，不用跟他商量。我对他心中的厌恶感又添了几分，忍不住感叹当初我真傻，被自己的爱情蒙蔽了双眼，居然会看上他。晚上，私人侦探打电话给我：姐，我在你老公那里又发现了一些好东西。什么？你发我邮箱看看。挂掉电话，我点开手机邮箱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他公司的账单流水。我这位老公真不简单呢，看来我想早早了事是不可能的了。
这个计划还得再长一点。直到所有事情安排的妥妥当当，庆功宴当天，酒店门口热闹非凡，场面比我当初婚礼还要大。陈芳芳穿着得体的衣服，热情的在门口帮我招呼客人，仿佛她才是主办方那样。我在一边淡定的看着，希望这些宾客趁现在都好好记住她的脸，免得一会认不出来。周宇明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他笑得合不拢嘴，虚荣心爆表。我笑着走到他面前，打趣道：“老公啊，应该叫周副总，恭喜你。老婆，谢谢你。”他上前抱住我，这弄得是不是太豪华了？我演着恩爱夫妻的角色，老公你努力这么久，升职是一件大事，肯定要好好办。我扮演小娇妻的角色，给足了他面子。周宇明开心的不得了，周围的宾客见着直说我们夫妻般配又和睦，夸他眼光好，还特能干。陈芳芳在一边听着，脸都黑了。我挽着周宇明的手，对他说：“芳芳，你先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们就行。”陈芳芳微笑：“梁姐，我还是在这帮忙吧。”“不用，你又不是女主人，这里用不上你的。”我漫不经心的说着，话都直阴阳到他心坎里了。他气得要死，刚才都站在这里招呼那么久了，现在却被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种话，气归气，还不能展示出来，只能尴尬的看着我。我表面云淡风轻，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没有一丝异样的神色。周宇明皱了皱眉，我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周围的人都听见了，现在不约而同都朝着我的方向看来。我顺势向大家介绍一波，她是我家保姆芳芳，我让她先进去歇会。说到保姆这两个字，我适当的停顿，且加大了音调。陈芳芳脸色白了白，笑着向宾客点头，垂下的手都捏成拳了。在大家的注视下，陈芳芳白着一张脸进去了。没多久，我悄声对周宇明说：“老公，你要不也去休息吧？一会你还要上台发言呢，你的重头戏得好好准备，这些客人我来招呼就好了。”老婆，你好贴心。我把房卡塞进他手里。12楼第1个房间是我给你准备的休息室，现在还有半个多小时，等开宴我再打电话叫你下来。周宇明笑着接过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等宾客都来得差不多了，我在宴会厅绕了一圈，没有看见那对渣男贱女的身影。这么快就去了吗？我溜到卫生间，用手机软件去查看房间的画面。12楼的房间里有监控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2个人被我支走的人就在那正偷情呢。他们被我分开这么些天里，我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周宇明的生理所求，没想到渣男这么快憋不住了。我本还想着等他今天高兴上头了，喝点后再找机会安排他们2个到这来，没想到这2个狗男女帮我把计划提前了。也好，省得我还要多演戏。明哥，你现在都升职了，什么时候才跟那个死女人离婚啊？老婆，很快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好吗？你再忍一下。呵呵，居然管她叫老婆，那我算什么？一段时间是多久？我真等不及了。你刚刚看见那个死女人刚刚在外面嚣张的样子了吧？这么多人看着她喊我保姆，一想我就一肚子火。现在跟她离婚还不划算，多捞点好处对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好。周宇明温柔的哄着，等升职宴结束，我让他给我送台车，车到手就离。好吧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？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我这颗心还是狠狠的抽痛了。这么多年的枕边人，彻彻底底的出轨了，还要把我当成摇钱树，三观不正，恶心，太恶心了。我冷笑，强压着心底的痛楚，然后给私人侦探发了信息，把宴会厅的大屏幕打开。
我精心准备的这个房间，其实是某些平台主播专用的直播间，里面有监控。只要提前把酒店的线路改，让监控连到宴会厅的大屏上，大家就能看见那个房间里的监控画面了。下一秒，宴会厅一阵喧哗，12楼的人还不知道，他们的一言一行已经被公开了。当我走到宴会厅的时候，大屏幕上正直播着他们亲热的画面，宾客都举着手机在拍视频，媒体朋友更是不会错过这么劲爆的新闻。场下的宾客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，他公司的同事，还有同行。他的父母脸都黑了，差点要晕过去。他公司的领导更是嫌丢人，赶紧离场了。而同行人都在看他笑话。我从卫生间出来，假装被这大屏幕的画面震惊到站不稳，然后捂着嘴巴，泪如雨下。我的好友跑过来安慰我，周围宾客议论纷纷。他不是刚刚在门口的那个保姆吗？原来周总是这样的人，玩得真大啊，居然跟自己家保姆搞上了。你别说，那保姆身材挺好的。有人打电话给周宇明，终止了他的好戏，可惜为时已晚。众人堵着他逃离的路，周宇明几乎要疯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喝多认错人，我还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啊，请你们相信我，不要再拍了，不要再拍了。陈芳芳还躲在酒店房间里面，把门反锁了，不出门也不敢让人进去。她作为一个女人，直到现在我才看见她有羞耻之心。我从人群里走到周宇明面前，眼泪扑簌簌的流。老公，你……他看见我，差点想扑上来拥住我。老婆，你一定会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只爱你一个人，你是知道的。我泪眼汪汪的看着他，哭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他还想贴上来解释，被别人拦住了，是他勾引我。我一时鬼迷心窍才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围观群众议论纷纷，我趁机佯装伤心到不愿看见他，被好友拉着退场。他终于崩溃，大声怒吼。次日，整个圈子都在传他在酒店的视频，大家都以为监控投屏只是酒店的 bug， 泄露了一出好戏。我的渣男老公火了。但我觉得还不够，我想要的不止这些。我给私人侦探赚了小费，托他帮我找人把周宇明众多情人的消息分散发出去，让这波舆论再猛烈一些吧。私人侦探的动作很快，不久后他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论点。某公司高层情人遍布各地，快看看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其中之一。一条条热搜登上热门头条，我刷着评论区，非常开心的看热心网友抨击我的渣男老公。自从陈芳芳那天被直播后，她整日待在家不敢出门，一出去就遭人骂，时间长了得了精神疾病，现在人已经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。听说医院的人知道他的事也不待见他，他的病情不仅不转好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这辈子只能疯疯癫癫的度日了，自食其果。我的渣男老公没脸回家，听说他向公司请了长假，在外边躲了好多天。他一直发各种信息跟我解释，我通通视而不见，直到网上的舆论消停了些，他才回家，跪着求我原谅。老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是我喝上头了。陈芳芳她故意勾引我，我才跟她在房间里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对不起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会一心一意对你好，再也不会做出这些傻事了。我反手给他一巴掌，冷眼看着他，那你那些情人呢？周宇明捂着脸不敢反抗，支支吾吾道，网上那些都是谣言啊，是营销号乱写的，都是没证据的东西。老婆，你可千万不能被骗了。
那些乱七八糟的媒体只会乱写。老婆，你想想我们的过去，想想小豪啊，我们还有小豪呢，你还有脸提小豪？陈芳芳虐待小豪的时候，你可是坐在旁边眼都不带眨的。小豪，我假装犹豫，默不作声。周宇明以为是我因为儿子心软了，好说好歹的哄了我几个小时。我假意相信了他的解释，表示愿意给他一次机会。戏还没演完呢，在他的人生还没彻底毁掉之前，我还是乐意再陪他多演一会的。周宇明回公司上班了，公司不想为了辞退他支付昂贵的辞退金，所以在工作上刻意为难他，想让他主动辞职。看到他每天都苦着一张脸回家，我心里越发舒适。有天我提前下班回家，偷听见他在阳台上打电话：老蔡啊，他们卡我流程，这样下去迟到查到我们头上，得想个办法。现在辞职不行，那里还有一笔钱呢，转到我老婆账上吧，她有张平时不用的卡，转过去我就跟她离婚。好好好，一会我发你，到时候。我真的没想到，他不仅不知悔改，还为了洗脱罪名陷害到我身上。我把他的话转述给私人侦探，让他好好查查，然后假装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模样，继续跟他演戏。没过多久，他找了个借口跟我提离婚，我装成伤心模样，无奈接受了。早上领完离婚证后，我马上去见了私人侦探。私人侦探递过来慢慢的一个文件袋，姐，你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我欣然的收下，把剩余的尾款全部都支付了。谢谢，以后用不上你了。布局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收网了。我拿着厚厚的一沓资料，直奔前夫的公司。我说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，前台就把我领到周宇明的上司的办公室。经过办公区的时候，我还见到了周宇明的身影。他见到我时脸色突变，走过来低声呵斥我：你来这干嘛？我没有理他，想要越过他，他还想拦我，眉头紧皱地问：你去哪？我甩开他的手，义正言辞道：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。这位前夫。周宇明只好咬牙切齿地放过我。这一幕被很多吃瓜同事看到了，他脸色很差。进到总经理办公室，我简明扼要说了来意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、离婚证和银行卡，我要实名举报我的前夫周宇明。总经理皱着眉看我，见我不像是开玩笑的模样，这才拿起我给的资料，认真看起来。看到一半，他颤抖着喊助理进来，把周宇明给我叫过来。等一下，我喊住，我建议你们先报警。助理看总经理，总经理沉着脸，照做。周宇明见到我来时就觉得不对劲，想跑，不等他收拾好，助理就把他逮进办公室来。他挂着笑：总经理，我上周已经交辞职信了，现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总经理把资料甩到他脸上：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周宇明捡起一张看，差点要晕过去，但门口有安保，他深知自己已经无路可退，后知后觉地转头看向我：是你。总经理忍着滔天怒火看他，回答。他死咬着牙不出声，于是我好心帮他把话说了：周宇明跟你们财务部的老蔡蛮熟的，这几年他们合作，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偷税漏税，数额还不少。你们把建立分公司的项目给他做，他趁机转移了资金，拿空壳项目当幌子要来投资。出了庆生宴丑闻之后，他怕你们查他，于是辞职了，还提前把黑钱转到我账户上。总经理在一旁默不作声，狠狠地盯着他这位背叛自己的下属。周宇明怨恨地看着我：你个毒妇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我低声笑道：
是啊，我今天来就是举报你的，我就是故意的，不直接找官方人员，而是来到他的公司，因为这里是他很珍重的地方，我就要这里的人都看见他如此狼狈不堪的样子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很早之前就知道了。周宇明怒了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夫妻？我收了笑。你跟陈芳芳在一起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妻子吗？想过小豪吗？你也有脸说这种话？你家又是怎么看我的？周宇明冷笑一声，你们从来都看不上我，你家那些亲戚就是觉得我没钱，配不上你。我挑眉，朝他反问，我家里人看不上你，他们要是看不上你，怎么会放心让我跟你在一起？我家人只是在表面鼓励他要努力，背后都在夸我找了一个积极上进的老公，这么拼命工作。既然他这么介意，为什么从不跟我说呢？他眼底泛着浓浓的恨意，说起来也是好笑。当初在学校的时候，那么多人喜欢我，我本来就不喜欢你，要不是看你有钱，才不会选你。早知道会这样，还不如找个家庭一般的算了。你们家那一堆势利眼，我算是受够了。原来他从一开始便不是真心待我。我冷声道，你是真的有病。对了，周宇明沉着声音，居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转头看我，庆生宴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？他终于想到有什么不对劲了，可为时已晚。你有证据吗？没凭没据的事情，请你不要乱说。我摊手耸肩，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戴绿帽子？你没做的话，还怕别人公开吗？当时酒店为了尽快平息风波，很快就公开了道歉声明，承认是公司内部网络问题，并免去了宴会的所有费用。酒店都认了，我没有动机，谁会觉得我会给自己公开戴绿帽子呢？他被我噎住，双眼通红，一直重复性喊，就是你，一定就是你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。周宇明把求助的目光放在总经理身上，在他面前跪下，总经理就是他这个毒妇，是他，你一定要帮我啊！总经理嫌他脏，一脚抽起来，把他甩得老远，叫保安把他带走。当初入职时，周宇明一脸朝气，要在公司奋斗终生，总经理重用他，提拔他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一手好牌被他打得稀巴烂，而他还在苦苦哀嚎，觉得命运对他不公。我觉得他已经无药可救，转身收拾自己的包，准备离开。见状，周宇明脸上露出狰狞的神色，你去哪？我这样，你也不会好过的。我站直，向他示意手上的离婚证。周宇明先生，我再好心提醒你一次，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离婚了。说音刚落，官方人员赶到现场，我对他笑笑，再也不见。周宇明被押着带走了，整个公司的人都在看他笑话。随后，官方人员把他的同伙也带走进行彻查。很快，他又登上了微博热搜。这一次，他的热度持续了整整2个月。我身为他的前妻，不仅没有任何影响，反而以举报人的身份被请去配合举证调查，被社会表彰夸奖了。因为社会关注度过高，几个月后，他的案子被公开开庭审理。由于我收集的证据非常全面，他最终以挪用资金、行贿、偷税漏税等多种罪名数罪并罚处置，大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了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步入老年生涯，身上还要背着巨额债务，好不快活。我的这位前夫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。至此，一切都尘埃落定。旁听完，我从法院出来，回家接上爸妈和小豪去温泉山庄自驾游几天。爸妈知道我的事后，2位老人家皆表示很心疼我和小豪，
打算搬过来跟我住，替我照顾他。正逢初夏，我们迎着朝阳出发。我相信未来可期，我会有新的生活。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、仿若天崩地裂的风波后，生活的浪潮终于渐渐趋于平静。我带着爸妈和小豪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温泉山庄的度假之旅，渴望在那方宁静天地里，为我们饱经沧桑的心灵寻得慰藉与治愈。踏入山庄，入目便是一片葱郁繁茂的景象。高大挺拔的树木枝叶相互交织，投下一片片斑驳的光影，宛如为大地铺上了一层梦幻的地毯。清幽的小径恰似一条蜿蜒的丝带，在繁花似锦的花园间若隐若现。那些花儿像是被打翻了颜料盘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争奇斗艳，馥郁的芬芳弥漫在空气中，引得蜜蜂和蝴蝶翩翩起舞。远处的温泉池仿若仙境中的玉盘，腾腾热气袅袅升腾，如梦似幻，让人仿若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。小豪恰似一只久困牢笼后重获自由的欢快小鸟，一踏入这片天地，便迫不及待地在草地上奔跑嬉戏起来。他那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，纯真无邪，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的阴霾。爸妈跟在他身后，脸上洋溢着久违的轻松笑容，那笑容如同春日暖阳，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小豪的宠溺。看着他们，我的心中满是温暖，就像有一股暖流在身体里缓缓流淌。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往后的日子被阳光填满，让这份幸福永远延续下去。在山庄的日子里，每一刻都充满了温馨与欢乐。我和小豪一同泡在温泉里，温热的泉水如同母亲温柔的怀抱，将我们紧紧包裹。一天的疲惫仿若被这温暖的泉水一点点溶解，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小豪兴奋不已，他那稚嫩的小手不停地撩起水花，向着我欢快地洒来。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芒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忘却了过去所有的烦恼，眼中只有小豪那灿烂的笑容和眼前这片美好的景象。爸妈则坐在一旁的温泉池边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宠溺。偶尔，他们也会被我们的欢乐所感染，加入到我们的嬉戏之中。一家人在温泉池中笑闹着，溅起的水花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了一曲幸福的乐章。夜幕降临，繁星点点，宛如镶嵌在黑色天幕上的璀璨宝石。我们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，篝火的光芒跳跃闪烁，映照着我们的脸庞，将温暖传递到每个人的心底。我从袋子里拿出棉花糖，用细长的竹签串起，放在篝火上慢慢烘烤。不一会儿，棉花糖便渐渐变得金黄酥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甜气息。我将烤好的棉花糖递给小豪，他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，香甜的味道在口中散开，他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头，开始给他讲着动听的童话故事。在故事的世界里，有勇敢的王子、善良的公主，还有神奇的魔法和美好的结局。小豪听得入神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火光映照着他那纯真的脸庞，宛如一幅温馨美好的画卷。度假结束，回到家中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为了给小豪和自己一个彻彻底底的全新开始，我下定决心对房子进行全面改造。我精心挑选了一位经验丰富、富有创意的装修设计师，与他围坐在堆满设计图纸的桌前，仔细探讨每一个细节。我们从客厅的布局、
卧室的色彩搭配，到厨房的厨具选择，卫生间的瓷砖样式，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斟酌。那些曾经承载着痛苦回忆的角落，在我们的精心规划下，逐渐被赋予了新的生机与活力。小豪也兴奋地参与其中，他像个小大人似的，在众多卡通壁纸中仔细挑选。最终，他选定了一款印有超级英雄图案的壁纸，贴在自己的房间里。看着他满心欢喜、手舞足蹈的样子，我知道我们都在努力挣脱过去的阴霾，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。在工作上，我宛如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，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。曾经，家庭琐事如同沉重的枷锁，束缚了我的脚步，让我在事业上有所懈怠。如今，事业成为了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舞台。我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的各项重要项目，凭借着自己扎实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坚韧不拔、百折不挠的毅力，在项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在一次重要的项目研讨会上，面对复杂棘手的问题，我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，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赞赏。领导对我的工作表现赞不绝口，同事们也纷纷对我刮目相看。不久后，我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次晋升。当我站在新的岗位上，俯瞰着窗外繁华喧嚣的城市，高楼大厦林立，车水马龙，心中充满了满满的成就感，仿佛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。随着时光的悄然流逝，小豪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如同一位谨慎的探险家，精心为他挑选了一所师资力量雄厚、校园氛围温馨的学校。每天清晨，阳光洒在街道上，我牵着小豪的手，送他去上学。看着他背着小小的书包，迈着欢快的步伐走进校园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在学校度过愉快、充实的一天。小豪在学校里表现得十分出色，他聪明伶俐，对知识充满了强烈的渴望，课堂上总是积极发言，思维敏捷。他善良有爱，对待同学真诚热情，经常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小伙伴。很快，他便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每次开家长会，老师都会对小豪的表现赞不绝口，详细的向我讲述他在学校的优秀表现，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，仿佛心中盛开了一朵绚丽的花朵。在生活中，我也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社交圈子。曾经，因为家庭的重重束缚，我就像一只被困在茧中的蝴蝶，渐渐疏远了一些朋友。如今，我勇敢地挣脱了那层束缚，主动联系他们。我们一起相约去繁华的商业街逛街，在琳琅满目的商店里挑选心仪的商品，互相试穿衣服，分享彼此的时尚心得。我们一起走进温馨的电影院，在黑暗的影厅里，伴随着精彩的剧情，时而欢笑，时而落泪。我们还一起在香气四溢的餐厅里聚餐，品尝着美味的佳肴，分享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在朋友的陪伴下，我重新找回了那个自信满满、开朗乐观的自己。我还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，有着不同的背景，有的是充满创意的设计师，有的是妙笔生花的作家，有的是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但他们都有着积极向上、热爱生活的态度。和他们的交流，如同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，让我开阔了眼界，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然而，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，总是充满了意外。有一天，夕阳的余晖洒在街道上，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远远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走近一看，竟是陈芳芳的妹妹陈琳。她和陈芳芳长得有几分相似，
但眼神中却多了一丝纯真和善良，宛如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。他看到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局促和不安，然后缓缓走上前来，声音略带颤抖地说：“梁姐，我想跟您说声对不起，我姐姐做了那么多伤害您的事，我替她向您道歉。”我看着她真诚的眼睛，心中那座因怨恨筑起的高墙瞬间崩塌了许多。我微笑着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”陈琳听了，眼中泛起了泪花，她微微哽咽着说：“梁姐，您真是个好人。我姐姐现在在精神病院里，病情还是没有好转。我去看过她几次，她整个人都变得很憔悴。我知道这是她自作自受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心疼。”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希望她能早日好起来吧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和陈琳偶尔会联系，我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她。在我心中，她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截然不同，她是无辜的，值得被温柔以待。随着小豪一天天茁壮成长，他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，就像一个充满探索欲望的小探险家。他经常会睁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，问我一些关于爸爸的问题。我知道不能一直瞒着他，于是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我和小豪坐在阳台上，望着满天繁星，用一种温和轻柔的方式向他讲述了他爸爸的事情。小豪静静地听着，眼中闪烁着泪花。听完后，他紧紧地抱住我，坚定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以后会保护你的。”那一刻，我紧紧地回抱他，心中满是感动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知道小豪已经渐渐长大，他会成为我坚强的依靠，成为我未来生活中的温暖阳光。